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肉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。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钮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，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他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，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夫上，夫上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愤暴毙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。你比我幸运，你
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公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英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。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金山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竹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晋仁公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晋仁公死了，那青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晋仁公那位，是不是秘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6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晋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青主儿所言，保的是宝璧。真是宝璧？青主儿是亲眼瞧着晋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晋仁公。让人去照顾晋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青卓过来。这。晋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卿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晋仁公骤然离世。王卿不敢说，才见晋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晋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晋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晋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晋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位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
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皇上小心外太后，奴才立刻去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秦英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英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郑廷玉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臣张廷玉给皇上太后请安。何事啊？皇上，臣闻听景仁宫暴毙崩逝，特来觐见皇上。后宫之事，前朝之臣也要来干涉吗？启禀太后，后宫之事，外臣本不该干涉。然而，景仁宫是否尊封，已得朝野关注，已属国事。既然是国事，臣就不得不问。尊封之事，尘埃落定，景仁宫已暴毙，事情已了。尊封之事才出，景仁宫便暴毙身亡。皇上，其中曲折实在是令人遐思，臣请皇上一定要细查此事。历来帝王驾崩，后宫总有人伤心离世。景仁宫过世，有什么可遐思的？但是这次过身的毕竟是大清曾经的皇后，哪怕先帝与景仁宫多年不睦，哪怕先帝曾言此生不复相见，就算是没了尊位，景仁宫也不该不明不白的暴毙呀！怎么叫不明不白？张大人此言难道是对哀家有疑？总还有张大人愿意为老主子说话。张大人最重朕的。王者又是素来与太后不睦之人，彻查此事。臣妾乌拉那拉氏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、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给娘娘请安。娘娘，臣张廷玉正与皇上谈景仁宫暴毙之事，娘娘是景仁宫的至亲，务必为他讨个公道。秦英啊，景仁宫和皇额娘都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出言必得谨慎。
是。张大人，我因姑母去世，悲痛万分。可公道二字，却不知道张大人从何提起。姑母进祖景仁宫，悲愤交加，抱病多年。因先帝驾崩，姑母过分忧心，而居然离世。当时我侍奉在榻前，亲眼看着姑母驾鹤西去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太后皇上，姑母过身，确是因为太在意和先帝的情分。若有任何流言蜚语，臣妾应该出面平息，好让姑母走得体体面面，安心身后事。皇娘，那景仁宫的丧仪，还是得办得体面些。那就按妃礼吧，也可葬在嫔妃缘寝。下葬时候便不要写什么名分了，免得惹眼。至于灵位遗物，那就一并发还母家就是。张廷玉，臣在。你可有异议？景仁宫身后之事，当以皇上、太后的决断办，臣没有异议。臣告退。皇帝国事繁忙，哀家回去了。儿子恭送皇额娘。恭送太后。王琦，你也下去。这。秦英，此刻只有你与朕，你告诉朕，景仁宫是怎么过身的？皇上。臣妾方才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事了了，也就罢了。要是景仁宫活着，总是会牵连到你。如今景仁宫过身了，皇额娘再有怨气，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只是这事情虽了了，这些日子你也别到处走动，免得惹人注目。臣妾明白。